我们今天来拆解这一颗陶瓷芯，顺便帮里面的陶瓷片上一些润滑油。欢迎来到阿宝频道，我是阿宝。首先跟各位分享一下，这一颗陶瓷芯的品牌是 PJ。前一阵子我安装了另外一个品牌的陶瓷芯，这一个 HA 品牌的陶瓷芯，我觉得它的手感好像比较好。不过手感这种东西非常的主观，建议各位有机会的话也可以试试看这一个品牌哦。言归正传，我们今天主要是要来拆解这一颗陶瓷芯。我之前也有一个影片分享过陶瓷芯的拆解跟上润滑油，不过那是我第一次拆解陶瓷芯，所以在很多重点以及拆解的细节部分没有说得很清楚，导致有一些观众反映这种东西拆开来就很难装回去。不过这一颗陶瓷芯大概也是100块左右上下，真的如果不想拆解的话，确实是可以整颗换掉。话说回来，我们会拆解这个陶瓷芯，主要是享受拆解、安装以及维修 DIY 的乐趣啊。今天是我第2次拆解这个陶瓷芯，所以有了一些经验，我会提供更多的技巧以及注意事项，或许会对于您拆解陶瓷芯时有更大的帮助哦。上一次我们拆解的时候，我们是用这种1字起子去压这个卡榫的部分，不过我现在觉得这个方式不是很好，而且力量不太好控制，如果太大力的话，很有可能把这个卡榫弄断。卡榫对下来底部这个地方，它有一个凹进去的设计，我们可以使用更小支的1字起子，从这个地方插进去，然后往外面撬，这样子这个卡榫就可以拆开，左右两边都各有一个卡榫。使用这个方式比较容易，也可以避免卡榫断掉。首先我会把有字的这一面称为正面，要拆之前我们先把这个摇杆往正面推，让它呈现垂直的状态，这样子主要是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盖子往上面脱离，然后中间陶瓷片的部分不分离。拆开的时候陶瓷片不要散开，你也比较清楚原本的位置是怎么样的。麻烦各位订阅、开启小铃铛、按赞、分享我的影片，也欢迎各位使用荧幕下方的超级感谢，给阿宝抖内一下，请阿宝喝杯饮料，这样子是对阿宝频道最好的支持与鼓励哦。接下来我们用油性的奇异笔在正面这边做个记号，在轴心这边做个记号，盖子跟底座的部分也做个记号，这样子可以方便我们装回去的时候有线可以对照。接下来我们就要把这个盖子拆开，我们拿的时候大拇指跟中指拿住这个盖子，用小支的1字起子撬一下下方这边的卡榫，然后食指用力往下压，这样子它就会脱离。然后我们现在转到另外一边，这边也是一样，一边撬，食指用力往下压，这样子整个下面就脱离了。回到正面，大拇指顶住底部，然后食指按住上面，把盖子往上面打开，这样子里面的陶瓷片就不会散开。沿着我们刚刚做了记号这一条线就是正面，我们再把中间这几个零件做上记号，像这个样子画一条线。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把这些陶瓷片分离，全部拆解开来，就可以分成这6个部分。这个是底座，这个是最下面一个陶瓷片，最下面这一片可以先放到这个底座上面，它有卡榫，我们也可以按照我们刚刚画的线放到原本的位置。我这边是按照顺序放的，这边是底部，这个是最下面一片陶瓷片。陶瓷片有陶瓷片专门使用的润滑油，我这边跟之前一样，使用我手上有的水龙头橡皮圈专用的润滑油。这种润滑油有含硒的成分在里面，它主要是比较能持久，而且可以提升密封效果。而且这个润滑油也是食用等级，所以就不会有食安的问题。我这边查了一下，如果是凡士林跟一般的矿物油的话，会容易导致橡胶的变质。
黄油或者机油容易变质，而且会污染水质，所以严格说起来，凡士林、矿物油、黄油或者机油都不适合用在水龙头或者水龙头的零件上面哦。接下来我们就把该上润滑油的地方涂上润滑油。各位在拆解的时候可以发现到它这些零件上面多少都还会有一些润滑油，我们不需要把那些润滑油擦掉，我们可以在需要的部分补上润滑油就好。我们先把最下面的这一个陶瓷片放到这个塑胶座上面，然后我们在最下面这一个陶瓷片上面涂上润滑油。如果比较讲究的话，你可以用棉棒或者刷子来涂。接下来我们就把第二片陶瓷片放上去，这个地方就对齐我们刚刚做的记号。接下来我们就在第二片陶瓷片的上方也涂上润滑油。我这边发现第三片这个不是陶瓷片，它是个塑胶片，主要陶瓷片还是下面这两块。然后我们现在再按照我们刚刚画的记号把它放上去。上面这个塑胶片它也是有卡榫的，所以你按照卡榫位置或者我们刚刚的画线记号都可以。这个塑胶片上方我们也涂上一些润滑油，最后我们把这根杆子按照我们刚刚画的记号也一样把它放到这个上面，检查一下我们画的记号是不是都有对齐。这边稍微补充一下，最下面那个陶瓷片跟倒数第二个陶瓷片之间如果上好润滑油的话，我们可以把它放平，然后用手把它压紧摩擦一下，让那些润滑油能够平均涂满整个表面。最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盖子盖回去了，像这个样子对准我们刚刚做的记号把它盖回去。盖完之后我们确认一下卡榫是不是都有扣好。接下来测试一下这根杆子，左右转，然后前后掰动，看看是不是都有正常。这样子我们这一颗陶瓷芯拆解安装以及上润滑油就完成了哦。我们今天的影片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记得帮我按个赞，然后分享我的影片哦。我们下次见，拜拜。